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鲍民。这期的话题我们说的是日本与澳大利亚宣布达成军事合作协议，看来是准备联手介入台海了。6月9号，日本与澳大利亚在外交与国防2+2电话会议上共同宣布，日本自卫队将承担紧急情况下向澳大利亚舰艇提供军事支持的义务。在这个电话会议上，日本外务相茂木敏充、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、澳大利亚的外长佩恩、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达顿共同宣布，一致同意联手应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日益增长的存在，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的重要性，并警告那些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、对世界秩序构成严重挑战的国家。我认为这个消息很不简单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，引起我们的警惕。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呢，为了阻止中国大陆可能通过武力完成统一的行动，美国要求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和欧盟这些盟友都表态要关切台海和平。在这些国家里面呢，日本自卫队又被认为是美国军事干涉台海最具威慑性的协助力量。现在呢，他们正在研究配合美军行动的法律问题。与此同时，澳大利亚国防部也积极发声，明确表态，澳军将会配合美军干涉台海，并不断地传出准备与中国开战的声音。在这么个背景之下，现在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干脆明确宣布要联手介入台海，看来美国的这些铁杆走狗是决心与中国死磕了。2016年，日本自卫队从日本国会获得使用武器保护盟友舰艇的权利，主要是为了保护美军。现在又给了澳大利亚军队同等待遇，很显然，日本与澳大利亚达成的军事合作协议就是针对中国，适用的场景正是澳大利亚海军介入台海冲突，需要在日本进行后勤补给的情况。这就意味着，一旦美国军舰武力干涉台海，在遭到攻击的时候，日本自卫队有义务帮助美军进行防卫，未来还将为澳大利亚的军队、军舰提供同样的服务。一旦和平统一无望，中国大陆不可能一直等下去，必然会选择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。过去中国的军事准备工作主要针对是美军的干涉，现在的情况看来还必须考虑日本和澳大利亚军队的介入。在美军武力干涉的情况下，日本自卫队按照现有的法律，最低限度的介入是为美国军事基地、舰艇和军机提供保护。澳大利亚的军队呢，则会按照与美军的盟约，直接派出军舰或者潜艇介入参战。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必须明确其武力干涉的后果，减少其武力介入的模糊空间。比如说，日本为驻日美军基地提供反导、防空保护，算不算参战？日本为美军加油机、运输机提供护航，算不算参战？中国如果明确了对日本军事干涉各种选择的定性，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他，中国将要采取的反击的力度，避免日本人在中美之间的这种投机心理。同理中国如果提前告知澳大利亚武力介入台海的后果，就有可能避免他采取军事冒险。美军干涉台海最大的担心是孤军作战，没有盟友的帮助，美军会输得更快更惨。日本的意图是想让中美两国开战，两败俱伤，而日本自己坐收渔利。澳大利亚呢是一只无脑的猪，台海无论哪一方的胜与败，他都得不到任何好处，仅仅是为了展示自己与美国是铁杆盟友，不论上刀山还是下火海都要陪绑。表面上看，这三国捆绑在一起声势壮大了不少，但实际上呢是一回事。美国单干就打他个鼻青脸肿，美日澳一起来就一国会，没有任何问题中国的军事斗争准备当然还是要以美军为主了，因为美军它是主要矛盾，或者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。只要把美军打怂了，澳大利亚和日本自然会做鸟兽散。所不同的是，在战术层面，我军在制定打击目标清单的时候，看来是要把日本和澳大利亚也要算计在内了。这是他们主动对号入座的结果，是他们自找的。同时我认为不打则已，打就要狠打大打。对日本最好是一起算算二战时候他们欠下的中国人民的血债。对澳大利亚，那就要考虑让他的文明水平退回到上个世纪去，只有这样他才能长点记性。好，这句话题就说到这儿。